在中国有许多高山，高山下有许多河流，河流旁生活着人们，他们都有故事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那好香啊！这苕皮，它两边烤得很焦了之后，吃起来入口之后是非常有嚼劲，然后黏黏的。里边放的就是折耳根、香葱，还有四川这边的特色啊，泡菜，还有那个豇豆。我觉得那个豇豆吃起来就酸辣口的，超爽。大猪小猪落一盘。你要在这儿让我敞开吃，我能吃8个。我觉得可能就四川的苕皮吃起来，它可能会把折耳根的味稍微遮一遮，它就不像贵州那种。太过了。2022年的4月，我们一起来到了汶川。现在的汶川，生活平静而美好。新建的高楼，翻修的老街，一切都在向前奔跑着，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。就是在汶川，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羌族的小吃，然后看着其实跟汉族都很像。比如说这边也有洋芋粑粑，但是它的做法就跟我们在贵州吃的完全不一样。我进去看一看。老板这坐着呢，这坐着呢，这就是那个洋芋粑粑。好的。哦，它叫洋芋糍粑，你看它都不叫洋芋粑粑。老板，你给我拿一个小份的油炸糍粑，再来个酸菜糍粑。你这老店开了多少年了？汶川老店94年，93年底94年开的，就算了。哇，93年就开了，一直开在这儿吗？哎，一直是。这个是小碗的，它叫酸菜糍粑。但是这面刚才老板说用的这菜是海拔3000多米上那个野菜，叫鹿儿酒，上面撒了一些葱，还有辣椒，还有芝麻，然后煮的是这个洋芋糍粑。喝一个。哇，那是我刚才喝这口时候，我这手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手在桌子下面是这样的，酸味特别重。洋芋糍粑很软很糯，然后就在你舌头上化开了。再咽下去之后就是一个甜，是洋芋的这个甜，再然后就是它那个辣，就像泡椒的那个辣一样。看这个糍粑，它是这么看，你看，有点像是和了面的那种，但其实它不是，它是完全拿这个土豆哒这个就捣的黏黏糊糊之后这么弄出来的。入口之后，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马上就散掉了，没有，它粘性非常大，
有种像吃膏状的那个口感，就有点像这个米豆腐一样，但是它的甜度比米豆腐要高，再加上这个酸汤和辣口，哦，这个吃也太爽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它是洋芋糍粑，看着真跟糍粑似的，但其实也是土豆全凿出来的。啊，这个吃也舒服，啊，看，这好好吃啊！其实你在认知上觉得它是个薯条，但其实吃的口感完全不像。蘸点糖，啊，这么吃吧，它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炸鲜奶那个意思，但是呢，它内部呢比炸鲜奶那个要结实，要筋道一点。它这个应该是比机器做的那个要反复捶打过 N 多倍，所以它这个东西它特别的黏。手工炸出来比机器出来好吃100倍。而且这个吃也停不下，我真的就是。啊，你也吃停不下。好香，好香，真的好香。但是不光是外脆里嫩的问题，你这个土豆好，这个外脆里嫩之外啊，这入口之后先是一股清香，然后是淡淡的甜，这个再配上这个糖，其实有个这个东西，哇！老板一见女游可来劲儿，刚才也没见他砸那么卖力。好家伙！这小店就特别好，这个它在这个路口这儿，然后周围外地来的人都会来这儿尝一尝。一天倒100多斤，卖完就收工，卖完就收工。哎，心态，心态必须好。我们汶川人心好，汶川人很乐呵啊。我们一到节假日穿上国人的少数民族羌族的服装，人歌善舞，中间烧一堆火，烤一个羊子，大家就跳起欢乐的歌砖。大家很喜庆，不管是有钱没钱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大家跳得高高兴兴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！哎呀，这么干一天是挺累啊。啊，有点晕，晕吗？啊，使劲儿。啊，哦，好家伙，啊，天天这个盘子就呼吸就紧。我算胖吗？我是胖子吗？算盘子。盘子。你们既然这儿来了，我建议你们1000人过去摄下外景。那个是古建筑，然后你们再走时候把大禹塑像再摄下，你们这个摄下1000人过摄下，你们就以后就跟你们同事、跟你们朋友、家人说，一看这就是汶川，晓得不？你看我是汶川来的。我们来了之后才知道，这里竟然是大禹的故乡。大禹的雕像就处在高速路口，特别醒目。自古，汶川就是汉人出入藏羌地区的咽喉要道、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。三国时期，姜维带着蜀军在这儿平过边乱，打过陇西。现在的汶川依然坐落在群山中间。走进这里，群山环绕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你会觉得每一座山峰都在俯身凝视着你。渺小的我们，只是在众山手心里讨生活的人。现在是晚上11点半，这夜里在汶川啊，一定得吃顿烧烤。倒不是说我每次吃饭的故事到哪都得吃烧烤。主要是在这边吧，它烧烤做的特别霸道，这有一家就可以去看看。拿点啥？拿点，就是你这儿所有的串都是先过油是吧？这看着就好吃啊。
你看它这边这个烧烤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先过一遍油，过了一遍油之后再上火上烤，然后刷的这个酱，最后还得再撒上一把这个花生米，这个碎葱，还有这个榨菜，尝一下，这是那个脱骨鸡爪，蘸着一层薄薄的花生碎，哦，可以了。其实鸡爪子吧，我一直很爱啃，但是它啃不出肉来，这个脱骨了，它就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。有嚼劲，非常香。而且我觉得它就先过了一遍油之后，这个油脂的谢谢。不谢，不用谢。哦，这个炒饭哦。蹄花里了，天呐！好吃。好吃。哦，好吃。可好吃了。这蛋炒饭一看这个颜色，一看这个气场就霸道。先吃口蛋炒饭。油够大，米饭颗粒饱满，再配上点这泡菜，标配。然后我觉得它上面这个榨菜碎跟这个花生碎特别的这个提神，就这一口你就知道这是四川的烧烤，发酵的味道，酸酸辣辣的味道，酱香的味道，跟烧烤味道混合在一起。这蹄花你看它就拿勺子一戳就烂了，但上来肉是整的就。这个肉啊，恰到好处，入口之后，该化的时候它就化了。它这一筷子，这是一筷子胶原蛋白啊，我这补的是青春，你知道吗？再加上这颗青菜，就是维生素跟青春。我的维生素掉了，但我的青春还在。我现在觉得我脸上的褶子又少了一道。这是那个牛肉，那就是好吃，就暂且不远。但我得跟你们说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，那真是不一样。五花肉先过油炸，再上去烤，然后再配上这辣椒，你看这红红的，像一片烈焰红唇一样。你是这样，当它接触到你的唇的时候，它是干干的，有种焦糊感，然后。一定要这个油脂啊，美食的真谛，我想就是得过油啊，跟这交朋友似的。交朋友这事儿得过事儿啊，过了事儿你才知道是不是真朋友。我说金针菇 ，See you tomorrow， 炸的跟迪克牛仔似的，这入口它就是香啊，常常后悔当初不应该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再来一口蹄花汤，值得呀！这是那烤脑花，你看它这个料给的很足，这完全把这个脑花给盖住了。这个料香带这个油脂，就这么一勺子下去，看，跟这个蛋炒饭这么一拌。太舒服了，这饭吃太舒服了。都12点半了，这开始陆陆续续上人了。你怎么还拿着鲜花呀？这是别人送你的吗？对。我把他给吓到了，太抱歉了。太失败了。为什么我们视频号女粉丝少？我终于知道原因了。我有点受打击。我心里有点难受。你去唱歌刚这个歌，你看你这个花好漂亮，拿个花来给我们表演哈。你看给我们表演哈，你说我会唱歌，会跳舞。
其实，在汶川每一次聊天都挺难的。你会发现汶川人有一个特质，他们都很豁达，很淡泊，很少主动去和外人交流他们的感受。在这待上几天之后，你会明白，我们在汶川见到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当年的幸运儿。他们所经历的一切，都让他们铭记一生。我们只配作为倾听者。那天就是下午2点28分嘛，但是当时的天就像晚上的7、8点一样。前天都是那个太阳特别大，一下就有点黑，就是那个天就是昏天黑地。连面那个摇那个地龙山有那个灰啊，灰尘下来，那个天都黑了。但是看到同学就是只看到一个眼睛在那里转，黑了5分钟，撑手就电一次。你这么我看你都看不完。全部灰尘盖过来，空气就黑了，天黑了嘛，空气就那种土气味那种。刚刚上课没几分钟嘛，就开始晃。隔壁的那些什么沙发呀、冰箱呀，就全部就砸在我家的客厅。你说那个地震摇晃的有多厉害？我不是1楼嘛，1楼现在已经完全沉下去了。我刚刚跑出来的时候，就直接看见3楼上面有一个头颅，直接就飞出来了。当时整个英修镇是12000人嘛，就是遇难了6500多。像我们这种幸存下来的就是5000多人。今天晚旁边有个公墓。遇难了，就是遇难走灵修的也埋在山上的。每天在这对着这公墓，会觉得现在都已经都习惯了。以前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敢走这一步，心里很痛的。我也是地震废墟里边逃出来的。如果是再晚10分钟出去，我都只有死在家里边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住不到中级活路，就只有摆在这个小摊维持生活。地震过后，他们就说让我们去就是跑讲解嘛，但是我一带着就是游客嘛，去学校里的时候就自己要哭，就讲不出来啥。包括现在这学校里面都有骨头之类的，因为地震的时候不可能就是说一下就是能被掏出来的。当初出来我的14号就出去了，就在厦门、成都住了，又在厦门住了几个月，全部运在外省去。我们地震过后，我们就把我们全部弄到广东去读书的嘛，在那边读了1年。政府给我们组织的山上去避险避灾。然后我们就被政府安置在那个郫县，就在那里住了1个月，没有人挨饿挨冻，真的。政府给我们送粮、送水、送吃的嘛。飞机在空投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有饭吃有衣穿，就挺知足的了。有的很幸运，这场就是08年那场地震没有就是死去吧。这怎么说呢，也很怀念就是08年死去的亲人吧。感动了。说起地震的感觉，感动了。14年了，提起来还是会很难受啊。好了，谢谢。